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1. 天文学家重建星际彗星 3I Atlas 的1000万年轨迹。据英国新科学家报道，牛津大学研究团队利用欧洲空间局盖亚探测器的数据，成功重建了星际彗星 3I Atlas 长达数百万年的飞行轨迹。这颗2025年7月1日被发现的星际访客，可能源自一颗年龄超过80亿岁的古老恒星系统，几乎是太阳年龄的2倍。研究显示，它来自银河系后盘区域，那里聚集着宇宙中最古老的恒星。相比2017年发现的奥莫莫和2019年的鲍里索夫彗星，这位太阳系爷爷辈的访客携带着更加原始的宇宙信息，已在深空孤独漂泊了至少数百万年，甚至数十亿年。这将如何改变我们对宇宙演化的认知？天文学家认为，通过分析这颗古老彗星的化学成分，人类能首次触及比太阳系更早期的宇宙物质样本，这对理解生命起源和星系演化具有突破性意义。2. 巴勒斯坦人同意成立技术委员会管理加沙。据蒂罗尔日报报道，2025年10月24日，巴勒斯坦各派系在开罗举行历史性会议，包括长期对立的哈马斯和法塔赫在内的政治力量，同意将战后加沙的管理权移交给一个由独立技术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负责加沙地带的日常事务和公共服务，并与阿拉伯国家及国际机构合作开展工作。此举是在美国主导的停火协议框架下推动的，旨在结束长达2年的加沙战争。然而，巴勒斯坦内部分裂严重，自2007年哈马斯夺取加沙控制权以来，巴勒斯坦实际被一分为二，迟迟无法举行全国大选。如今在埃及、卡塔尔斡旋下达成的这份协议，能否真正弥合裂痕仍是未知数。这个技术专家委员会能否打破巴勒斯坦18年的政治僵局？中东问题专家指出，关键在于哈马斯是否愿意真正放弃武装和政治影响力，以及国际社会能否提供足够的重建资金和安全保障，否则协议很可能再次沦为一纸空文。3. 特朗普重塑全球政策，欧洲外交影响力减弱。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其美国优先政策正将欧洲推向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2025年初以来，特朗普威胁对欧盟商品加征20%关税，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5%，甚至公开表示要夺取格陵兰岛控制权。这种单边主义作风让欧洲盟友陷入极大不安。德国驻美大使在密电中警告特朗普可能实施最大限度破坏。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法德等国领导人纷纷呼吁欧洲战略觉醒，但欧盟在防务、贸易、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对美国的高度依赖，使其在谈判中显得格外被动。与此同时，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中东局势等关键议题上与华盛顿的分歧日益扩大。传统的跨大西洋同盟关系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欧洲的战略自主能否在美国压力下真正实现？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欧盟面临两难抉择，要么屈从于特朗普的要求损失经济利益，要么加速独立进程但可能失去安全保障，这将从根本上重塑未来数十年的全球权力格局。4. 俄罗斯人口下降和老龄化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促使政府采取限制性政策。据美联社报道，2025年10月24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人口会议上再次强调，提高出生率对俄罗斯至关重要。25年来，人口危机一直困扰着这位领导人。2025年2月，俄罗斯新生儿数量创下2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月度记录。2024年全年仅122万新生儿，几乎回到1999年的历史低点。更严峻的是，死亡人数已连续多年超过出生人数，人口持续负增长。为扭转颓势，俄罗斯政府正祭出一系列限制性政策。2024年全国立法禁止宣传不生育意识形态，部分地区甚至立法禁止鼓励堕胎。这些措辞模糊的法律迫使真人秀节目16岁怀孕不得不改名为16岁当妈妈。一位29岁选择不生育的女性匿名告诉媒体，
他现在只敢去私立诊所看妇科，以避免在公立医院被反复追问生育计划。俄罗斯女性主义学者指出，政府实际上是要求女性以爱国主义和俄罗斯强大的名义，兴奋地承担起生育这项额外工作。这种强制性人口政策能拯救一个大国的未来吗？人口学家警告，俄罗斯面临着潜在父亲和潜在母亲双双萎缩的困境，加上乌克兰战争造成的大量青年男性伤亡，人口崩溃已对国家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单靠限制措施难以逆转，最终可能还需依赖大规模吸纳外来移民。5. IBM 在 AMD 芯片上运行量子纠错算法。据印度教徒报报道，IBM 于2025年10月24日宣布重大突破，其量子纠错算法能够在 AMD 普通芯片上实时运行，而且速度比实际需求快10倍。这意味着量子计算不再依赖天价的定制硬件，而是可以使用数据中心里随处可见的现成芯片。IBM 研究主管杰伊·甘贝塔表示，证明它能在现实世界运行，而且速度快10倍，这是个大事件。量子计算机的核心部件量子比特极其脆弱，环境中的任何微小干扰都会导致计算错误，实时纠错一直是最大难题。如今 IBM 成功将纠错系统运行在 AMD 的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芯片上，这是8月双方宣布量子超级计算战略合作后的首个技术成果，也让 IBM 的 Starling 量子计算机项目提前1年完成关键进度。此举震动科技界， IBM 和 AMD 股价当天双双暴涨约 8%， 创下数月来最大单日涨幅。这会改写量子计算竞争的格局吗？科技分析师认为 IBM 压住的是混合量子经典系统路线，通过廉价芯片降低开发成本，这与谷歌、微软的技术路径形成鲜明对比。如果成功，将大幅加速量子计算的商业化进程，让这项曾经遥不可及的技术真正走向实用。6. 美国向加勒比地区部署最大航空母舰。据芬兰赫尔辛基新闻报道，2025年10月24日，美国国防部长彼得·赫格塞斯下令将全球最大航空母舰杰拉尔德·福特号从欧洲调往加勒比海，这是特朗普毒品战争的重大升级信号。这艘核动力超级航母长达335米，可搭载90架战机，加上3艘导弹驱逐舰、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将使该地区美军兵力从1万人激增至 1.5 万人。五角大楼声称此举是为了打击跨国犯罪组织和毒品走私，但军事专家指出，航母部署远超反毒需求。本周美军已进行至少10次海上打击，击沉疑似运毒船只，并造成约43人死亡。特朗普更公开表示，陆地行动将接踵而至，并授权中情局在委内瑞拉境内开展秘密行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警告称，如果美国入侵，工人阶级将起义，数百万手持步枪的男女将横扫全国。哥伦比亚总统甚至一度威胁，任何对委内瑞拉的攻击都等同于攻击整个拉美。一场毒品战争会演变成地区冲突吗？国际关系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正利用反毒名义推动委内瑞拉政权更迭，但国会两党对总统未经授权使用致命武力存在严重分歧。如果局势失控，可能将美国拖入一场既不必要也不受欢迎的新战争。7. 微软将光环系列引入 PlayStation 游戏机。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微软在10月24日的光环世界锦标赛上宣布了一个爆炸性消息，旗下王牌游戏光环系列将首次登陆 PlayStation 平台。这款用虚幻5引擎重置的光环战役进化将于2026年同时上架 Xbox、PC 和 PS5。要知道，光环作为 Xbox 的招牌游戏，24年来一直是 Xbox 独占的镇家之宝。微软社区总监更是直接穿着 PlayStation 的 T 恤宣布光环今后会持续登陆 PlayStation， 这在业界简直是史无前例的举动。这会不会让 PlayStation 和 Xbox 之间的竞争彻底改变格局？游戏行业分析师认为，这标志着主机独占时代的终结。未来竞争的核心不再是硬件销量，而是谁能吸引更多玩家进入自己的生态系统和订阅服务。
8. 特朗普总统在政府关门期间巩固权力。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政府从10月1日凌晨开始停摆，已持续超过3周。这次停摆源于两党在医保补贴和对外援助等问题上的激烈对立，导致临时拨款法案无法通过。特朗普却在政府关门期间频频出手，不仅宣布将裁减大量联邦雇员，还威胁要当场解职不满意的军方将领。白宫10月10日已正式启动裁员行动，目前约80万联邦雇员被迫无薪休假，130万军人领不到薪水，有的军人家庭甚至要排队领救济食品。对比2018年那次35天的政府停摆，特朗普这次动作更加激进。这种做法会对美国政府的运作能力造成什么长期损害？政治学者指出，利用政府停摆推动大规模裁员是罕见的强硬手段。虽然短期内可能巩固行政权力，但会严重削弱政府专业性和公信力，加深两党裂痕。9. 欧盟计划减少对中国稀土金属的依赖。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0月25日宣布启动 Resource EU 资源计划，要打破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早在今年3月，欧盟就推出了首批47个境内关键原材料战略项目，总投资225亿欧元，6月又增补13个境外项目。但现实很打脸，欧洲目前70%的稀土加工能力掌握在中国手中，德国超过65%的稀土进口来自中国。今年4月，中国对7种稀土元素实施出口管制后，欧洲企业立刻陷入稀土荒，欧盟驻华大使甚至公开请求中方理解欧洲企业的恐惧。欧盟这个脱钩计划真的能实现吗？国际能源专家分析称，即使欧盟全力推进这些项目，至少还需要5到10年才能建立起有竞争力的本土供应链，短期内完全无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反而可能推高欧洲制造业成本。10. NASA 监测星际物体 3I Atlas 的异常行为。据巴西邮报报道， NASA 正在密切监测今年7月发现的第3个星际访客 3I Atlas。这个来自银河系边缘的神秘天体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异常行为。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阿维勒布给他打了漏卜量表4级评分，列出了8大反常现象。它的轨道离奇的与太阳系行星盘面几乎完全重合，喷出的是罕见的镍元素而非铁元素，还出现了违反常识的象羊尾巴。更诡异的是，10月29日它将到达最接近太阳的位置，正好处于地球观测盲区。詹姆斯·韦伯望远镜检测到它释放大量二氧化碳，这种化学成分在太阳系彗星中极为罕见。勒布教授甚至警告说，这个时间窗口是执行奥伯特机动的最佳时机。如果它是一艘外星飞船的话，这会是人类首次发现的外星探测器吗？天体物理学家认为，虽然目前证据不足以断定它是外星科技，但这些异常现象确实超出了自然彗星的正常范围。NASA 已启动国际小行星预警网络进行持续监测至2026年初。11. 澳大利亚和美国投资130亿美元建设稀土产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据英国卫报报道，特朗普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0月20日在白宫签署了一项85亿美元的关键矿产协议，要联手打破中国对稀土的垄断。双方承诺在6个月内各投资10亿美元，重点开发稀土项目。这个时机可不简单。就在今年4月，中国对7种重稀土实施出口管制后，欧美企业立刻陷入稀土荒，澳大利亚驻华大使甚至公开求中方理解恐惧。特朗普更是豪言1年后我们会有用不完的稀土，但现实很骨感，中国控制着全球90%的稀土加工能力。澳大利亚虽然拥有世界第4大稀土储量，可加工技术远远落后。对比中国几十年的产业积累，西方想要建立完整供应链，至少还需要10到20年。这个脱钩计划能成功吗？矿业专家直言不讳地指出，即使项目全部上马，短期内根本无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反而会大幅推高西方制造业成本，最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12. 乌克兰和英国将联合生产1000架 Octopus 100拦截无人机。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什梅加尔9月11日宣布与英国签署协议，
将在英国本土联合生产首批1000架 Octopus 100拦截无人机，这是首款在北约国家量产的乌克兰战斗无人机，专门用来拦截俄罗斯的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最关键的是成本优势 ，Octopus 的造价只有它要拦截的俄罗斯无人机的10%，却已在实战中证明了高效性。英国国防大臣更是放话，这款无人机将成为欧洲无人机强的基础，目标是每月生产数千架。乌克兰私营企业还投资2.5亿美元在英国建厂。对比之前乌克兰在拦截无人机技术上的短板，这次合作可谓是英国的技术填补了乌克兰的空白。这会改变俄乌空战的格局吗？军事分析师认为，如果月产量真能达到数千架，将极大提升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但关键在于生产进度能否跟上俄罗斯无人机的攻击频率。这场无人机对抗战才刚刚开始。13. 以色列在停火期间袭击加沙的伊斯兰圣战分子。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以色列在加沙停火协议生效后不到2周，再次对加沙地带发动军事打击。10月19日，以军在加沙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至少26人死亡，这是停火生效9天以来首次大规模暴力事件。以色列国防军声称，此次行动是对哈马斯武装分子袭击导致2名以色列士兵死亡的报复。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违反停火协议。早在10月9日停火协议签署后仅5天，以色列就击杀了5名越过停火线的巴勒斯坦人。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反复破坏停火协议表示震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严格遵守停火。这种反复破坏停火的行为会对中东地区的长期和平进程造成什么样的致命打击？国际关系专家指出，以色列的一意孤行正在彻底摧毁国际社会的信任基础。每一次破坏停火都让和平解决方案变得更加遥不可及。这不仅会让加沙人道危机持续恶化，更会让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格外孤立。14. 加拿大与60多个国家签署联合国网络犯罪条约。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10月25日，包括加拿大在内的65个国家在越南河内签署了联合国首个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这是20多年来首个经谈判达成的国际刑事司法条约，标志着全球网络安全合作进入新阶段。该公约涵盖从网络诈骗、勒索软件到网络人口贩卖等广泛罪行，旨在建立全球统一的法律框架，打击跨国网络犯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随着网络犯罪成本预计在2025年达到每年15万亿美元，这一公约将成为各国共同防御网络威胁的强有力工具。该条约将在40个国家批准后90天生效。不过，多个人权组织和科技公司对公约表示担忧，认为其模糊的犯罪定义可能被用于扩大国家监控和跨境压制意见人士。这个备受争议的条约究竟会成为打击网络犯罪的利器，还是威胁言论自由的工具？网络安全专家认为，公约的成效将取决于各国如何实施。虽然它能加强国际执法合作，但如果缺乏人权保护的明确条款，确实存在被滥用于政治目的的风险。关键在于国际社会能否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15. 挪威警告俄罗斯准备在北极发动战争。国防部长报告俄罗斯在北极圈的核扩张和潜艇活动。据瑞典晚报报道，挪威国防部长托雷桑德维克向英国《每日电讯报》发出严厉警告，称俄罗斯正在北极圈的科拉半岛大规模集结核武器和攻击潜艇，为与北约开战做准备。科拉半岛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弹头储备之一，也是俄罗斯北方舰队的基地。桑德维克表示，挪威监测到俄罗斯正在该地区测试高超音速导弹和核动力鱼雷等新型武器。北方舰队目前至少拥有16艘核动力潜艇，这些核武器不仅瞄准挪威，还对准英国以及越过北极直指加拿大和美国。俄罗斯试图全面控制北极海域，以切断北约在战时的2条关键补给航线。桑德维克强调，即使乌克兰战争结束，北极也可能成为下一个主要安全战场。普京可能会在芬兰边境部署数百万军队施压。俄罗斯在北极的这种战略部署，会把全球拖入新一轮冷战吗？
军事分析家指出，随着气候变暖打开新的北极航道，这片冰封之地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新前沿。俄罗斯的核扩张不仅威胁北约北翼安全，更可能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如果外交渠道无法缓解紧张局势，北极很可能成为21世纪地缘政治冲突的新火药桶。16. 特朗普和普京峰会取消，意味着乌克兰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1日突然宣布取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布达佩斯的峰会计划，理由是不想浪费时间，因为莫斯科拒绝立即在乌克兰停火。就在1周前，特朗普刚刚高调宣布将与普京会晤，如今却在不到24小时内态度大转弯，令外交界震惊。更戏剧性的是，同一天，美国财政部对俄罗斯2家最大石油公司实施新一轮重大制裁。特朗普还表示，与普京会面可能是浪费时间。这标志着特朗普从最初承诺24小时内结束战争，到现在陷入外交僵局，俄乌和谈再次搁浅。俄罗斯专家指出，这完全符合特朗普向各方持续施压的一贯逻辑。特朗普的反复无常会让乌克兰战争变成一场没有尽头的消耗战吗？国际关系学者认为，特朗普取消峰会暴露出他对俄罗斯的影响力被严重高估。普京根本不会因为关税威胁就让步，这意味着战争将继续拖延，双方都在等待对方先扛不住，而乌克兰人民将为这场大国博弈付出更惨重的代价。17. 特朗普在马来西亚宣布泰柬和平协议。据加拿大新闻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5日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在东盟峰会期间见证了泰国和柬埔寨签署历史性和平协议，被称为吉隆坡协定。今年7月，两国因边境争端爆发激烈冲突，造成至少43人死亡，超过30万人流离失所。特朗普当时以停止关税谈判为威胁，迫使双方达成停火。这次正式签署和平协定，让特朗普再次把自己包装成和平总统。柬埔寨总理甚至提名他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特意要求中国官员不参加签署仪式，尽管中国和马来西亚在停火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为自己增添政绩，而不是真正关心东盟多边外交。用关税威胁换来的和平协议，真的能为泰柬两国带来长久和平吗？东南亚问题专家警告说，这份协议细节仍在敲定中。泰国新政府对被迫签约心存不满，担心特朗普偏袒柬埔寨，而特朗普在拿到照片后，很可能就对协议后续执行失去兴趣。这种交易式外交很难解决两国800多公里边界的根本争议。18. 美国调查中国遵守2020年贸易协议的情况。据呈现纪事报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0月24日宣布，将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正式启动调查中国是否履行了2020年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承诺。这份被特朗普当年称为令人难以置信的突破的协议，要求中国大幅增加购买美国商品，特别是大豆等农产品，但数据显示中国仅完成了承诺的 58%。更糟糕的是，中国今年已经完全停止购买美国大豆，而美国大豆农曾经最依赖中国市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安排12月16日举行公开听证会，调查结果可能导致对中国商品追加关税。目前对华关税已达 55%， 特朗普10月还威胁要再加 100%， 中方则回应称已严格履行协议义务，双方各执一词。这场调查会成为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的导火索吗？贸易政策专家分析指出，特朗普此举明显是在寻找对华施压的新筹码，迫使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大豆。但问题是，2020年协议签署后不久就遭遇新冠疫情，严重干扰了正常贸易，现在翻旧账更像是为加征关税找借口，这将让本已紧张的中美经贸关系雪上加霜。19. 中国向欧洲动物园赠送金丝猴。据美联社报道，中国珍稀的金丝猴首次走出亚洲，成为可能接替熊猫外交的新使者。今年4月，3只金丝猴抵达法国博瓦勒动物园，这是为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的特别安排。5月，另外3只名为刘云、
露露和娟娟的金丝猴落户比利时天堂动物园。当天，动物园向游客分发中比两国小国旗，以示欢迎。这些长着蓬松橙色鬃毛但蓝色面孔的濒危物种，栖息在专门建造的中式凉亭和灰瓦屋顶间跳跃玩耍。有趣的是，金丝猴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其实比熊猫更深厚，从古代画作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都有它们的身影。如今通过10年租借协议，这些猴大使正式开启外交生涯。金丝猴能否复制熊猫的全球影响力？历史学家认为，虽然金丝猴目前还未像熊猫那样成为全球偶像，但凭借其独特魅力和深厚文化底蕴，未来很有潜力成为中国软实力的新象征，为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合作开辟新路径。20，台湾最大规模骄傲游行吸引近15万人参加，庆祝 LGBTQ+ 平等。据美国之音报道，2024年10月26日，第22届台湾同志游行在台北登场，主题为迈向共荣，交织共生。主办方宣布参与人数高达18万人，创下近年新高。这是台湾自2019年成为亚洲首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地区以来，规模最盛大的一次游行。现场不仅有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参与，还吸引了来自韩国、日本、香港等地的国际团体，甚至有民众从南台湾屏东带来妈祖神像加入游行队伍。值得注意的是，从2003年首届仅700人参加，到如今18万人的盛况，台湾同志游行已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 LGBTQ+ 权益活动，远超当年的想象。这对亚洲其他地区的平权运动会带来什么启示？社会学家认为，台湾的成功经验证明，通过持续对话和社会教育，即使在传统观念较强的亚洲社会，也能逐步建立更包容的价值观，为泰国等国家的平权进程提供了宝贵参考。21 Netflix 剧集《靴子》在五角大楼批评后收视率飙升。据好莱坞报道者消息， Netflix 新剧《靴子》在遭五角大楼痛批后，收视率反而暴涨。这部讲述1990年代一名贵中同性恋青少年加入海军陆战队的剧集，被五角大楼发言人视为觉醒垃圾，称其破坏军队招募价值观。然而讽刺的是，批评声明成了最佳宣传。该剧第2周观看量飙升至940万次，几乎翻倍，一举冲上 Netflix 全球热播榜。剧集基于退役海军陆战队士官格雷格·怀特的真实回忆录改编，在烂番茄网站获得 93% 的影评人好评和 88% 的观众好评。创作者安迪·帕克坦言，剧集本想聚焦服役的个人代价，没想到五角大楼的禁果效应让更多人涌入观看。政府批评反而助推流媒体内容走红，这对创作自由意味着什么？媒体分析师指出，这反映出观众对被禁止内容的天然好奇心，但也暴露了流媒体平台在边界探索与商业利益间的微妙平衡，未来可能引发更多关于内容审查的争议。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了，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